臣礼部尚书判天下兵马大元帅府事甚温琪，受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教命，觐见陛下。慎亲平身。谢陛下。前王安否？蒙陛下垂问，我王安健如昔。好。少年郎，近前来。再近些。小侄前为至，觐见官家伯父。大郎君不可失仪。无妨。汝是九郎长子，孙氏弟妹所出。小侄入京前，家父有言：陛下是天子，亦是吾兄，如可续家礼。家父之命，小辈不敢违。果然有九郎昔日的风范。小子，你有几成把握？若是将镇海军的老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的胜算实在只有5-5之数。若不将郑彦华算进去，臣有10分把握。难怪九郎喜欢你，果然有些英雄气。我若是九郎，当以汝为世子。臣认为，臣与潘美率师顺流而下，克采石矶，以此处作为水陆两抹中转之枢要，不取江右6州，只管所入江面，使南唐水师不能南北之应，迫使李氏取金陵以东之兵西援。只要郑彦华的镇海军西调，江东便可一鼓而定。只要郑彦华西行，金陵以东的局面，我父子为官家取之。从崇明往江都运粮，须得有能在长江上运行的江船。还得在常州军和江阴军的眼皮子底下呀。官家勿忧，这2支兵皆已在我父王袋子里了。只要将这2支兵牵制在常州左侧，北面的王师登船渡江，与大王会师于江阴，便是一片通途啊！偌大的局面压在阿平一个人身上，他能挑得起来吗？大王常言，阿平有中宪王之风。依臣等所见，倒还是似大王少年时多些。阿平没有那般不靠谱吧？堂兄啊！公元974年冬，大宋水师沿长江东下，曹彬避实就虚，绕过江州，命潘美奇袭采石矶。是夜，宋军主力对南唐水寨发动总攻，南唐最后的防线在烈火中崩塌。此战焚毁战船200余艘，歼敌万余，金陵门户至此洞开。江州，龙翔军呐，朱令云呐，李元清呐，谁能救得了江州？镇海军，镇海军，拟诏命郑彦华率镇海军西调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救下江州。陛下，
不可呀，陛下！镇海军乃是京师东面的一道屏障，一旦吴越被蒙，镇海军乃是我大唐抵御吴越大军的最后一道防线呀。前世怎么会被蒙？前王那里亲家不是说万分妥当吗？崇明镇不是已经割出去了吗？镇海军等3军的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不都是由那吴越的黄龙社在供给的吗？陛下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呀。与吴越盟约是一回事，整顿军备、防其觊觎是另外一回事。京东之地，如今有3军镇守，故而前王才会屯兵于苏州，与宋国虚与委蛇。若是将镇海军西调，京师东面门户大开，前王的心思便难料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当初要朕割让崇明，以结好前世的是你；如今不让镇海军西调，以防备前世的还是你。话都让你说尽了，朕还能怎么办？陛下勿恼，前王的心思，其实一试便知。徐师傅，你说要如何是？黄龙社为3军提供粮饷、甲胄、器械，江阴军和常州军皆足数供给，只有镇海军、黄龙社的供给颇为不足。郑彦华以下诸将多有怨言，陛下可遣一使者，前往苏州出使军前，当面质问前王。若前王肯依盟约，为镇海军补足供给，则必无背盟屠我之心。若前王不肯，那镇海军万万不可西调。徐师傅，这才真的是谋国之言。那前王那里就劳烦徐师傅代朕辛苦一遭。诺。前王不肯见老夫。吴越一军13州，举国皆为宋臣，而今2国交兵，若大王见了徐公，便是叛国之罪。徐公，请回吧。背信弃义呀！背信弃义！豫章小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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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背信弃义呀！儿子，也敢如此待我？背信弃义！不要动！不要动！
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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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石矶，采石矶，宋军克采石矶，距京师仅160里。你什么情报和准确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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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镇海军、湘阴军一并西调，王源采石矶。郑彦华、白河州兵马都部署是解元。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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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。太尉，枢密催促发兵的基地已经第12岛了。要死的人一刻都等不起。走吧，这条路走了60多年，也该走到头了。大王，郑彦华动了。镇海军全军皆动，镇海军、江阴军都动了。图。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杜真为行营都监，两军全军西调。现如今江宁以东止于江南的常州军兵力不足6000。江左3州，由此处到江宁500里路程，门户洞开。大王，古谚有云：“天欲福取，反受其咎。”江阴军那边，阿平准备的如何了？阿平妥当。宋军攻克了采石矶，将战船以铁索相连，在江面上架起一座浮桥来。南唐朝廷拜镇海军节度使郑彦华为河州行营兵马都部署，将镇海军、江阴军尽数西调，以驱宋军。老将军，老将军，世子殿下的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啊？臣下说过，世子为监国，不当做的事情，万不能做。我便是依了老将军之言，这才做了许久的泥胎木偶哑巴。臣下还有第2句话：揽在手中的军功，万不可弃。军功，先武肃王开国造基，靠的是军功；文穆王承嗣王位靠的是军功；
便是如今的大王能在20多年前权臣桓嗣之下坐稳王位，靠的也是南征福州的开疆拓土之功。天下纷乱，一锤100年，兵强马壮者为天子，当了世子，未必能做吴越的大王；进了相府参知政事，也未必能继任得这东南之主。能决定大王身后大位的，只有军功。大郎兄在军前，要立军功也是他最得便。我一个整日看着印匣子的哑巴世子，哪里有立军功的机会呢？有的，大郎君能做的，无非是提举良墨、阵前斩首的微末之功。世子要立的，却是为我吴越开疆拓土的不世之功。老将军是在说什么笑话吗？世子，请看，宋军已然攻克江州水战，大江南岸的江州、池州、歙州、洪州、饶州、信州，此时必然军心浮动。老夫在金陵盘桓了几十年，这些州县的长吏大半都有些交情，只需一封大王的诏命在手，此6州顷刻之间便可更易其职，由南唐李家的郡县变为我吴越前世的疆土。老将军切莫说笑。宋军兵锋，以敌采石矶，江右6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。此时我吴越伸手去夺此6州，岂不成了虎口夺食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，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！世子殷锐，看得明白，只是世子忘了时间。时间？从荆楚到采石，水路2000余里，宋军一跃而下，攻克江州、宛口、池州、河州、采石等10余站，大小20余站。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？老将军的意思是，宋军此战是置江右6州于不顾，全军取水路急进，直扑江宁城下。若老夫料得不错，此时江右6州各县城头之上，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。6州30余县，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？世子不信。若我是地方首领，破朝之下，安有完卵？宋天子大军压境，破城之危就在眼前。要是降顺，也该是降宋。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，何能使之降顺呢？若是老夫有兵呢？国中之事，老将军知之甚详。我虽名为世子监国，护持吴越王印玺，可若无沈相公允准，我这个挂名的世子，一兵一卒都调不动。世子听明白了，是老夫有兵。彭里湖中3万龙翔军将士，280余艘战船，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护。若老夫亲入彭里湖，只需一封加盖前王印玺的招降文告，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。世子，
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，莫说是江右6州，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100余县，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。吴越5代大王，100余年征伐不断，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。而今，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，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。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？大王，大帅，目击敌尺已修补得当。元帅，可是有紧要军情？无甚大捷，小儿辈大破贼矣。好啊！好。今日，我吴越雄师砥兵立武，助宋伐唐。此战关乎吴越气运，亦关乎吾辈之荣辱。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，然我吴越豪杰岂有惧哉？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，克敌制胜，成不世之功业，建太平之殊勋。今刀锋出鞘，必直入江陵。江宁。老都头，国家要亡了。从武中王到当今天子，从大吴到大唐，前后91年，国祚巍巍。多少袍泽斩头沥血，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。如今他要亡了，
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：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，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？这是吴越钱家小儿的招降本告，上面压着吴越钱王的印玺。尔等当中，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，只需告知老夫，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食他钱家的俸禄，去苟全他的残生。老都头，您说的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若想要活命，只管弃了兵权，去了杭州，高官厚禄不敢保，做个富家翁还是有的。可都想好了，现下留下来的，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。这阵子，老夫一直在想，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，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，如今国祚江中，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？我知道，天子昏聩，不似人君。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，莫说是诸君，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。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，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，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，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道旗之下，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，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，一砖一瓦，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。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，老夫只有11岁，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，被选入黑云长剑都，指配给老王牵马。那年出征，老王在马上，老夫在马下。老王问我，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？我说，能吃饱，能吃肉，活着能有一间屋，死了能有一垄坟。那时候小啊，尊卑都分不清楚。我问老王，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？老王说，他快死了。若有来生，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。为了这样一个国，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？
相公，你如何来了？这宫中有何不妥吗？有一桩尴尬事，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，下官却有些犹豫，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。究竟出了何事？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有2、3个月了。如何不早报与大王？青丛都的茶子不识得他，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，只是年纪高大些，下面的人心里嘀咕，却不敢擅作主张。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，发现此事，传了青丛都的人来问，连我都要蒙在鼓里。能确认是他吗？人我并不曾亲见，只是那般的年纪，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。除了此人之外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。你呀，你误了大事了。要禀报王妃娘子吗？这已不是家事，是国事。不会闹个……慎言！眼下最要紧的，不要再张网养鱼了。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，一个都不许放走，尽数拿下拷问。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，纵横江湖几10年，真要有什么作为，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。问不出来也要问。第二件事，从青丛都选人，自即可其封锁咸宁院，无论内侍、小厮还是侍女，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2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，依次拘问。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。王妃那里，我亲自去奏告。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，青丛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。眼下是什么时辰？卯时3刻不到。此事你不要管了。来人！今日有几份急札，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玺。诺。相公辛苦，余下的事下官去做。